老公啊，啊，宝宝那部车在哪里？他早上在天台玩过，可能是在天台吧。哦，好。车。你说，这么大一顶绿帽子送给我，你是不是存心报复？你发神经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总而言之，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拜托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新敏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神经！我还没问你呢，干嘛无缘无故去验 DNA 呀？Sorry， 妈咪，是我拿去验的。你干嘛没事替他们父女俩验 DNA 呀？都是我不好。我发现了 Daddy 妈咪跟西敏的血型不符合，我为了搞清楚这件事，所以就拿了 Daddy 跟西敏的头发去验 DNA， 出来的报告就是这份。听见了？没话好说了是不是？ Daddy， 你别这么激动。我怎么可以不激动啊？我到现在才知道，西敏你不是我的女儿。你呀，竟然会做这么无聊的事，几根破头发也不知道从哪儿捡回来的。总之我什么都没做过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冤枉我？妈咪，也许是报告弄错了呢。好，我就当是弄错了。那我们3个再验一次 DNA， 到时候就一清二楚了。高先生、高太太、高小姐，你们的那2个 DNA 亲子鉴定已经有了结果了。那么鉴定的结果显示呢，高先生你跟高小姐的 DNA 并不吻合，所以高先生你绝对不可能是高小姐的亲生父亲。现在事实摆在眼前，没话说了吧？你怎么对得起我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女儿明明是你的嘛，我根本就没有碰过第2个男人。高太太，你先冷静一点，我还没有说完。另外一份 DNA 的鉴定报告显示，高太太你跟高小姐的 DNA 也不吻合，也就是说，高太太你跟高小姐没有血缘关系啊。总的来说呢，高先生、高太太，你们2位根本就不可能是高小姐的亲生父母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可能当年医院出了什么意外，所以才会把孩子报错了。西敏，你放心，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女儿。但是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总算是弄清楚了。现在你弄清楚了，你高兴了吧？西敏，我们走。戴安娜，你不要叫我！你忘了你说过什么了？你说我给你戴绿帽子。高天，这么多年来你在外面鬼混，我已经没有管你，没想到你还冤枉我。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搬到西敏家住。我们走。戴安娜，你不要这样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冤枉你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对了，妈咪，你不用再说了，你不用帮这个坏蛋说话，你马上放手，不然我报警。外婆，你心情不好啊？外婆有点累了，我帮你按摩。好乖，宝宝乖。宝宝这么乖，帮外婆按摩啊？妈咪喝茶。谢谢。好了，宝宝该睡觉了。对了，明天要上学的，快去睡啊！来，把鞋穿上，穿好鞋，好了，去睡觉吧。宝宝真的就像西敏你小的时候那么乖呀。对了，我住在这里不会打扰你们吧？当然不会了，妈咪想住多久都没问题。宝宝难得有外婆陪他玩，不知道多开心。
西米，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宝宝不是我的亲孙子，但是在我的心里，你们是我的乖女儿，和我的乖孙子。妈咪，我也是一样。不管将来怎么样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妈咪。西米。妈咪，西米，你们看，花又是 Daddy 送来的。妈咪，我看 Daddy 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原谅他吧。对呀，Daddy 这2天早上晚上都送花来，这就证明他这一次是真心向你道歉的。哼，那个坏蛋只知道送花来有什么用？花到人不到，有没有诚意啊？妈咪呀，是你吩咐楼下的管理处不让 Daddy 上来，那 Daddy 只好把花交给管理员了。妈咪啊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 Daddy 这一次吧，好吗？原谅他？我跟他结婚30几年，他居然这样冤枉我，送几次花来就要我原谅他，太便宜他了吧？我现在有女万事足，要不要那个坏蛋无所谓。堂下何人？所告何事？禀大人，民妇吴理事要状告葛高氏，强行抢走民妇的亲生子耀祖啊！大人冤枉，耀祖并非民妇抢回来的，而是民妇于家门外捡到的。而且民妇一直都将耀祖视为己出，一直把他当作亲骨肉。但是耀祖既然是我生的，应该归还于我。不行，耀祖是我儿子，我宁愿死也不会还给你。你们肃静，公堂之上，岂容你等胡闹喧哗？正所谓生娘不及养娘大，葛高氏一直与儿子相依为命，而且当日是吴理事你抛弃儿子在先，今天岂能单凭一句不是亲生，就强行将他们母子分开？所以本官决定将耀祖判由葛高氏继续抚养成人。感谢青天大老爷，感谢青天大老爷。西米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啊，原来是做梦。你还在想 DNA 报告的事情？感谢葛大人明镜高悬。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明镜高悬了？总之全靠你，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高太太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由于当年产房所在的医院的旧址呢，几年前已经拆卸重建，再加上多年来在产房任职的医护人员都已经离职了，又或者已经退休，我想我真的帮不了你们。那你们医院有没有保存当年的产房记录或者一些相关的资料？是啊，也许里面会有我亲生女儿的记录呢。其实所有的记录都是一些文字记录，而这些记录呢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医院呢就会全部销毁。高小姐的出生记录也已经超过30年，所以在几年之前，资料应该已经被销毁了。哎呀，西明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放心，一定有方法可以查到。我们先回去吧。谢谢你啊。谢谢。戴安娜，西米， Daddy， 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我们亲生女儿的出生记录。现在才来找，太晚了吧？戴安娜，
你听我说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我们的亲生女儿。我们已经问过他们了，他们说当年的记录已经销毁了。啊，你现在高兴了，西米啊，你干嘛跟这个坏蛋废话？走吧。妈咪，Daddy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我想他哮喘发作了。我叫医生来。谢谢。你的药呢？吃完了。哎呀，你休息一下，医生马上来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Daddy 怎么样？医生正在检查。你们放心吧，高先生打了针，吃了药，气管已经恢复正常了。需要住院吗？不用住院，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，观察一阵子就可以出院了。不过你要记住，药一定要带在身上，如果不注意的话，后果可大可小的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医生。谢谢。谢谢医生。既然你现在没事了，那我走了。医护人员也已经离职了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不要这么悲观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都怪我不好。当年女儿出生的时候，因为早产，所以要进氧气箱，没想到就这样报错了。我记得她进氧气箱之前，我还抱过她一阵子。为什么我这个妈咪这么没用，连自己的孩子也不认识？不要这样，妈咪。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样子都差不多，怎么能怪你妈咪？总之是我不好，现在害得女儿不知道在哪里。所有记录都没有了，也就是不知道当年跟大嫂你调换了的人到底是谁了。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帮 Daddy 妈咪找回孩子。啊，大嫂，你有没有听过 Facebook 这一类网站啊？好像是交友网站，对吧？我之前有一个朋友，就是利用这种网站帮他弟弟找到了很久不见的中学同学。这样好了，你把资料给我，我放上网碰碰运气，可能会有奇迹呢。对啊，等一下呢，我回到报馆也翻查一下当年的旧报纸，看看有没有线索。这也好，虽然机会渺茫，不过也值得试一试。谢谢你们。吃东西。你不会敲门啊？不是，我想进来跟你借数码相机，一时间忘了敲门了。如果我在换衣服呢？那我就得洗眼了。什么？啊，开玩笑的 ，sorry。总之以后呢，我搂 ，OK。干嘛这么专心在这干什么呢？上网帮大嫂登寻人启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人，还有他的 Daddy 妈咪。干什么？他嫌他老爸不够有钱，要找个香港首富当他老爸才过瘾。你说什么啊？大嫂怎么会是这种人啊？这很难说啊，干嘛这么急找亲生老爸？要是你也会找回自己亲生老爸吧？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那。谢谢。宝宝慢慢吃，小心热啊。好好吃哦。又是他。算了，这种人你越在乎他，他越得意。我想要尿尿。哦，Daddy 带你去啊。好。来。你是明哥对吗？我希望你不要再拍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滋扰我的家人？
不是啊，高官。自从你的同行封你为高青天之后，很多读者对你的事都很有兴趣的。我这也是为读者服务嘛。更何况这里是公众场所嘛，我绝对有权利拍照的。OK， 就算你真的想拍，我希望你不要拍我的家人，因为他们不是公众人物。还有，我要提醒你，我儿子只有3岁，如果他因为你的滋扰有任何意外，所有的责任由你负责。哎，好，既然高官你不想见到我，我马上在你视线范围内消失。OK。哎呀，無自由，失自由，變咗法官眼淚流。行錯步，講錯話，神仙打交。喂，杰哥，那2个小子这样说你，你不上台呛回去？啊，去报仇啊？我看他是很想，不过他当了裁判官之后呢，很多事情不一样了，也有很多事情不能做。我看他要收山了。那你完了，你这样跟坐牢没分别。让这2个小子嚣张吧，等我以后复出他们就知道厉害。你觉得你可以很快复出吗？哎，你看看我大嫂，现在被那些狗仔队跟踪得那么惨。再这么下去，整个司法界一定会被他们搞垮。现在还没有法律可以管制他们啊！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大嫂？办法不是没有，有。这些照片哪来的？这些照片是我特地找当私家侦探的同学帮忙拍的。他们反跟踪那些记者，证明这几天他们是故意跟踪你大哥跟宝宝，并不是他们所说的只是凑巧遇到。我们现在有证据，应该可以控告他们了。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开始留意，虽然大家都觉得这些狗仔队做事手法有问题，但可惜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约束他们。不过现在有了这些照片，也许真的应该做一些事情了。但是有件事我一定要提醒你，这些照片是你找人偷拍回来的。万一将来这件事真的到了法庭的话，基于利益冲突，你绝对不能担任检控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本案第1被告钟志明，职业是《宇宙日报》的记者，被控于今年7月20到24日期间，以采访为名，先后刻意滋扰裁判官高希敏及其家人，涉嫌触犯藐视法庭条例。第2被告陈金海，职业是《宇宙日报》编辑，被控于今年7月22日在《宇宙日报》刊登有关报道，恶意侵犯裁判官高希敏及其家人的私隐，也涉嫌触犯了藐视法庭条例。没错，我认识第1被告，他是《宇宙日报》的记者。自从那篇有关我跟我儿子的报道刊登之后，我就发觉他不分昼夜在我跟我家人身边出现，并不是进行偷拍。虽然我曾经向第1被告提出抗议，要求他停止这种滋扰行为，但情况始终没有任何改善。你是不是认为第1被告这种狗仔队式的采访，严重侵犯了你的私隐呢？这当然，我身为裁判官，单就我在法庭里面的所作所为做出报道，甚至批评，我都绝对不介意。但是如果连我跟我家人的私生活都进行偷拍报道，这很明显是严重侵犯我的私隐。陈金海先生，请问是不是你指派本案第1被告钟志明不分昼夜跟踪裁判官高希敏跟他的家人，同时进行偷拍呢？完全没这种事，高官根本不在我们预计的采访范围内。我同事志明跟我说，他在路上见到高官，他觉得读者有兴趣，想多知道一些高官生活上的事，所以就拍了几张照片。那天我只不过是正好在路上见到高官和他的儿子，我凭着自己的新闻触觉，我觉得高官的生活照片可能会有新闻价值，所以我拍了几张照片。我是在公共场所进行拍摄工作的，不是这样也犯法吧？法官阁下，控方要求将本案证据批2呈堂。